今天我和我老公要来讨论，在瑞典能存到钱吗？记得开启 CC 字幕哟。 Don't forget to turn on subtitles.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大麦克指标吧？麦当劳的大麦克全球都有，因此它在各国的售价被当作一个非正式的经济指数。根据2021年1月份的最新统计，瑞典是全球排名第2，也就是大麦克卖的世界第2贵的地方。瑞典在如此高物价的情况下，真的能存到钱吗？在亚洲教育里，我们的课本总是说北欧的国家福利制度很好，可以从摇篮到坟墓。我的课本没有这样写。新闻媒体上也常常看到北欧国家很富裕等等的报道，因此很多人对于北欧国家心生向往。我们决定拿我的家乡台湾跟瑞典来做一下比较。第一，薪资。假设 A 某毕业于国立研究所，开始以软体工程师的职位上班，台湾的起薪大约5万块，算年终6个月，也就是乘以18个月，扣掉12%税，最终年收入大概是80万台币。瑞典起薪约3万5克朗，扣掉30%的税后，是大约2万4克朗。瑞典是没有年终的，月薪乘12就是年薪，折合台币约100万元。算起来，瑞典的薪水是台湾的25% 之多。那么，其他的物价也是多25% 吗？第二，食物。假设 A 某下班后想出门吃饭，在瑞典的正常外食价格，不管你是吃汤面还是吃炒饭，都是120到190克朗不等，折合台币是400到600元一餐。再提到开头的大麦克指标，台湾其实是排行倒数第10。但是在美食之国台湾吃什么大麦克？一餐的卤肉饭加贡丸汤大约是90元。由此可见，瑞典食物物价足足贵了超过5倍。那其他方面的物价应该便宜一点才比较合理吧？第三，房价。以首都的房价为例，台北1坪100万的话，瑞典房1平米是13万克朗，也就是1坪140台币，而且是只买了居住权，还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种大厦，是绝对没有警卫帮你收包裹，也没有公社，建筑物还是100-200年老的那一种。所以算下来，瑞典房价不仅贵40%，还不是高级新建大楼。如果你觉得买房太遥不可及，想要租房的话呢？台北10坪独立套房大约2万元，瑞典的话，10坪独立套房是1万到1万5克朗不等，也就是3到5万台币一个月。而且因为在瑞典租房非常抢手，所以常常1年就要搬个好几次家。总的来说，瑞典租房比台湾租房还要贵50到150%，真的非常惊人。那如果你在市郊找个便宜一点的地方，每天通勤的话呢？第4，交通。台北公车捷运大约一趟是15到40元。How do I get there? Oh, we need to go there. No, we jump. I don't think it's stable enough. It is. No, I don't think so. You see, Doggo walk here. It's fine. Doggo is lighter than us. 瑞典公车地铁是不算距离，只算次数的。一趟。Ooh. That's deep. Oh. Wait, don't go there, don't go there. That's worse. We gotta go this way. Quickly. Here. Oh, careful. Walk quietly. Is it gonna get better? It's gonna get worse. Oh, this ice is not good to walk on. I'm so wet right now. Let's go back. Let's regret. Oh, my feet are so wet. Oh, here's good. No, here's not good. Why did we continue walking? Here's good. My feet are so wet. Are yours? Man, yeah. That's why you gotta
check the ice before you walk on it. 一趟38克朗，差不多130台币。当然，如果是大货车，就是其他票价。所以以日常交通来看，瑞典的交通是比台湾还要贵225% 到760% 的。我觉得还是省钱多走路好了，至少可以把钱存到银行赚点利息吧。第五，定期存款。瑞典跟台湾银行的利息是差不多的，但是瑞典的通膨率以及 CPI 都高于台湾，所以利息算下来刚好打平而已。相对台湾而言，我们存定存还是可以小小赚到一点钱的哦。全部算下来，瑞典真的不是一个存钱的好地方。但回归原始问题，瑞典有存钱的必要吗？如果点赞的数量够多，我们会给你们更多大解析。记得追踪才不会错过更新哦。我们下次见，拜。拜。